又连线了段医师，我们就聊一下中医的问题。在大陆有几个事情是朋友之间是不能聊的，政治啊，包括中医啊，而且中医我记得是在知乎啊，还是在什么雪球啊上面写的是这个割袍断义10大话题之首，也就是说这个信中医的跟不信中医的人会吵得非常厉害。我大儿子在2岁多以后就开始老是发烧。然后我父母就让我带着大儿子去东直门中医医院。东直门中医医院呢，医生就说是脾虚啊还是什么，然后就吃中药，吃了挺长时间也没见好。那时候我们家就快把这个那哪儿有一个那个儿研所，快把那门踏破了，就是每2个礼拜就得去一次。后来呢，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说你去测一下过敏源吧，我就去世纪坛医院测的，测完过敏源发现我大儿子呢是牛奶鸡蛋过敏。测出来这个牛奶鸡蛋过敏以后呢，不吃马上就好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呢，是中医把我这个大儿子耽误了，而西医呢就是立竿见影，测出过敏源来，什么东西不吃就好了。这是我对中医一开始不好的一些经历啊。而且在这之后呢，我就接触了好多什么方舟子啊，还有一些科普作者，就博士中医的一些东西，有的是就这个本草纲目开始骂的，有的是就从段医生您这个针灸这块开始骂的，说这个针灸没有解剖学的证据啊之类的。这就是我一开始对中医不好的这个印象。还挺典型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光是说什么大议题了，就是其实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就是大到政治啊，大到宗教，大到这各个国家的这个区别啊，中间的就是中西医啊，你这个吃中餐吃西餐啊，生活方式啊，生活习惯啊，小到家庭生活鸡刨蒜皮啊，其实都是非常割裂的。这个就是二极管思维，就是只有非此即彼，要不然就全盘支持，要不然就全盘否定，没有中间的。但实际上这个世界大量的是在这个中间地带，两极的是非常少的。我们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现在一说胡适，就是认为他的主要观点就是全盘西化，网上的说胡适都是说的很极端的那种，什么中文也要取消，全都是罗马化，然后中医全都不用，这个文字都取消，都要拼音化，所有的传统全都打倒，就跟文革一样，就是所有破四旧，传统的都是不好的，全都要彻底抹除掉。就甚至还有人就提什么殖民400年啊，殖民500年嘛，就是讲这种。但这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二极管思维嘛，就是非此即彼。实际上胡适他并不是说全盘西化，全盘西化也不是他提的，是好像是另外一个人提，姓陈的一个人提的吧。提完以后他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然后他就写文章支持说全盘西化。有很快的他就觉得这个全盘西化不对，有很多问题，他就是把全盘西化的观念呢，他就改成叫做充分世界化，这个你听起来就合理很多了，对吧？但是他这个改了呢，并没有人能记得住，反而说胡适你这个人怎么能改呢？你不能改，你就是全盘西化。然后后面的人一提起胡适也都是全盘西化，他就被定死在这上了。所以像你的这个经历就是我一开始去寻求中医没有解决问题，然后后来测过敏源我避开了，然后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就变得特别功利化。就是结果导向嘛，看好了那我就觉得他都是对的，我全盘接受，没看好没解决问题那就全盘否定，这个不就是二极管思维吗？那如果反过来就碰到这个人说我看中医儿子这个过敏的问题治好了，甚至他没提过敏的问题，反正就是问题解决了嘛，那我可能都没看西医我就解决了，那我就觉得西医是有问题的，我这中医是对的，然后就开始鼓吹中医。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的鼓吹中医的这种所谓的脑残粉啊，还有就是完全就要把中医扔到这个历史的固执堆，完全废除掉的，我觉得都是太过极端化了。我正好看那个您给我推荐那个叫《零起步学中医》嘛，他在最后几章里他说他曾经想过中西医结合，后来他觉得中西医不应该结合，他说西医就是西医，中医就是中医，解决的东西不一样。其实我是认为他这是对的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还是不太相信中药的。就你练过气功了以后，我就相信了气脉，
但是中药如果是在中国采的话，那个地里的重金属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可怕，我们谁都不知道，对吧？除非我们能拿到特供的中药，特供中药也不行。所以目前来说呢，我是相信气脉这一套的，但我从来没有扎过针灸，但我相信针灸一定是有用的，只不过我不知道它的原理。然后我也说一下，但方舟子这些人是怎么来驳斥中医的啊？一个是说解剖学上说折腾了半天，这个经络这一套也没找到证据，说花了这么多钱也没找到证据。但还有一个呢，整个中国人的寿命，就是平均寿命是引进了西医以后才大幅增长的，原来都是很年轻。然后再有呢，有一个科普博主把那个《本草纲目》里面的方子，就什么有老鼠屎的，有什么各种，就是把各种方子都念了一遍，说这东西有用才怪。基本上看方舟子这种号称是西方的生物学，他们都是以这种角度来攻击的。这些东西我倒都看过，这几个都是挺典型的，但是只能说这些人就是真心的就是这个心眼坏啊。方舟子肯定是坏人，早在美国就是卖保健品啊。对，他卖保健品的时候可没说过中医不好，对，后来不卖了才开始说的。方舟子的人品我们就不用说了。我想起来另一个博主叫什么了？另一个博主叫卓老板，我老婆是他的粉丝。我刚才说那后两个论据就是说，第一是《本草纲目》里面有多少乱七八糟的方子，是他说的。然后呢，第二呢是说那个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但是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他是以皇帝来举例的。我觉得他可能他要不说皇帝可能我还好点，他一说皇帝我觉得他举反了。他这个就是，既然他是以科普为原因，说明这个人首先他没有科学精神啊，对吧？就你说的，他拿皇帝来做例子，这个是肯定不是科学精神的一个代表。其次，他说这个是明显就是说韦小宝说这个9句真话掺1句假话，关键就是这句假话嘛。对，西医普及之后，这个中国人的人均寿命提高，这个明显就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嘛。你不能拿战争年代的这个人均寿命和和平年代的人均寿命比，对吧？实际上，你应该说从抗生素发明之后，全世界的人均寿命都提高了。这个提高主要是就是夭折的婴儿，还有这种生小孩的这种死亡率，母子同时死的这个死亡率，还有手术的死亡率大幅度减低，从而造成人均寿命的一个提高。人均寿命其实代表一些问题，但并不代表医学水平的高低。美国的人均寿命并不高，对吧？对，好像是日本最高还是台湾最高，反正就是这几个地儿。好像不是台湾就是日本。对，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吧，你可能社会的更平均化，社会更公平，就能提高人均寿命。那好多国家它人均寿命其实后来也在降低的嘛。对，一说人均寿命这个，我后来也想过，因为原来的新生儿的死亡率是很高的，那每死一个新生儿，基本上咱们可以理解就是把人均寿命拉下来一半嘛，对吧？至少把一个人拉下一半嘛。对啊，我说，所以只要这个新生儿的存活率高了，其实人均寿命就能大幅度提高。对，那其实主要就是这种抗生素的大量应用导致，其实就40几年嘛。2战的时候，之前你看一战说欧洲的人均寿命还没中国高呢，对吧？英国的贵族都大量死在战场上了，20出头，你这怎么不比较这个数据呢？那你这个数据不就正好能代表完全反过来的观点吗？就是很不严谨的说法。而且还有一点，其实就是说中国的人均寿命谁知道啊，对吧？这就不好说了。就像那个杨继绳写那本书《3年自然灾害死多少人》呢？这人均寿命怎么查呀？这没法查，死多少人都不知道。这可以查，就你最简单的，你说北京的人均寿命和西藏的人均寿命就是不一样的。广州的人均寿命和哈尔滨的人均寿命，这是一样的吗？同样的医疗条件吧。驳斥中医的，反正就这几条路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经络上面没有解剖证据，这块您怎么看呢？实质上讲的话，其实中医的这个经络体系，更多的是代表是疾病，最早是通过临床观察，就是得什么病，它会出现哪些症状，然后出现这个经络的这个表现。所以你说的那个涌泉穴的那个感觉，还有包括你说后来
做一些耸肩的动作，手指会冒凉气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人体正常生理的一些反应。包括现在一些神经生理学的研究已经能够揭示一些过去这个气功大潮的时候，好多人说我们叫视气，就是用一些通过特定的动作让你感受这个所谓的气。现在呢，其实通过研究，通过解剖学的研究，都可以认为它是神经的一种功能，它通过特定的形式都可以体现出来。中国最早也是，你看《黄帝内经》就可以知道，它描述一条经脉，就是说适动得什么病什么什么，不动则成什么病，就是它的根据它的一些疾病观察得到这个经脉，然后大量的数据累积之后出来的这个整体的经络系统。所以正常人呢，其实你是感应不到经脉，就好像我们正常你心脏没问题的时候，你感受不到心脏的跳动。你胃没问题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胃在哪。你如果身体经络畅通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你经络是怎么运行的。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在血液循环，那你的血液循环，血流到哪儿了，你自己感受不到，你自己也不知道。你的神经系统怎么运转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一个我们说叫后台系统，它在默默在运行吧。然后经过实质的研究也有很多，但是你如果说我们从刚才说的这个说法，它经络体系这么发展的话，那你从死亡以后的身体上解剖，那只能是得到部分经络实质的一些物质基础，它实际运行的这种状态你是观察不到的。但是按照经过这个体系或者它的理论原理来分析呢，我们就说不光是活体会有经络，子体也会有经络，但只是它会有产生变化，包括一块石头它也会有经络。这个能理解，就比如说这个石头，他们做工程的好像是有专门的一个名词，就是说一块很大的一块石头，我怎么去把这个最高的效率把它变碎，它应该就是选几个特定的点，就是有点像那个经络里面我说的这个输血的这个感觉嘛。就我选这个几个点去爆破，它就可以碎得很彻底。你如果没有选这几个点的话，那可能你用多1倍的炸药，它可能也达不到这个让这块石头崩得很碎的这种效果。这就可以认为这个石头上它也是有经络，也是有这个输血的。我是这么认为的。OK。然后我刚刚开始读那个灵气部学针灸嘛，这个天下无极他就说中西医的区别，他说叫什么形气之变，说中医是先有气，就是先有那个真气的气，然后再有形，然后他说中医西医跟针灸它分了3种治疗方法。我一听我说这个针灸居然还能单分一类，后来我一看这个天下无极好像是一个针灸学的博士，所以有可能是把人自己最擅长这块单拿出一类。不是，实际也是这么分的，是脏腑内科的系统和这个针灸经络系统不是一套体系。就现在一说中医，就好像大家就只有一个，实际上你去看网上有一本书叫《中医各家学说》，或者你看一看中国医学史，就知道中医的这个流派它是非常多的。这个多主要就是因为这中国的地域面积很大，人群很分散，不同地域的人的生活习惯、生的疾病、经济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它的主治也是不一样，体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各地都有当地的这个学说，不管是中医内科这块还是经络这块，甚至用的一些针法也是不一样的。大略分是可以照他那样分，但是我觉得中医西医的区别根本区别不是在这儿，我觉得根本区别就是生理和病理。那怎么讲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私聊的时候说过嘛，就中医其实它是道家修炼修仙的一个副产品，是研究人的这个生理状况的，就是这个人他是要琢磨明白这个人这个生物他是什么状态，怎么能让他状态更好，怎么能让他状态一代一代的变得越来越好，或者是超过他的前代，甚至是超过这个生物的范畴。他研究的是生物，他不是研究的疾病。当然后代他也是因为形成一个职业了嘛，他就变成也有一些专门针对疾病，比如这个温病学或者其他一些疾病，他就针对疾病的一些学说和研究。
还有成果，但它更多的是从生理这个角度去弄的。为什么生理上出了哪些问题，会生病，会生什么样的病，然后我怎么改变这个生理状况，让它达到一个生理上的平衡的一个状态，这个病就会好，而不是说我去研究这个病，它是什么病呢？它这个病是什么东西？那西医呢，它就是从病来研究，就这个人长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东西从人体排除开，没有这个东西切掉之后，这个人体就应该好了。我觉得根本区别就是一个是更重视生理，一个更重视病理。OK， 就是说西医更重视病理，我找到病，我把这病给去了。可以认为就西医就是研究病的，然后中医是研究人的，不是研究病，中医是研究正常应该怎么样，然后你有了病以后，我怎么给你引导回到正常上去，是吧？或者让你回到正常。然后我看那吴奇他还说了一个，他说针灸跟这个中医之间也是有区别。他说中医是，比如说你要是寒了，我就给你弄热点；你要是虚了，我就给你补充点。他说但是针灸呢是另一套方式。我这没太明白啊，我想听听您是怎么说。就是这个简单说就是什么呢？就是针灸你可以认为，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当做一个圆的话，他生病了，就是中医他是认为我们这个圆缺了一个口，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啊，就是一个模型，它是一个缺了一个口，对吧？就是生病的状态，或者说多了一块，长多了一个东西，不是圆了，它这块多了一个头，这就不是正常状态嘛，就是所谓的病态。中药是怎么去治呢？中药就是它外来的东西，通过药物，通过处方调整它的气味，然后把你这个缺口补上，或者把你这个多的这块，它把周围给补上，让它变成一个接近圆的状态。这是中药。针灸呢，它没有外来的东西，它就是通过一个调整你这个圆内部的状态，让它把这个缺口抹平，或者把这个多的地方消下去，让它恢复到这个圆的状态。我觉得是这么理解。我记得他当时说什么叫什么实则虚之，什么寒者热之。按您说，也就是说那圆多了一块，我就给你消下去，然后少了一块，我给你补起来。这是中医的中药的路数。这就是中医虚实嘛。首先八纲就是虚实，虚你就可以认为缺了一块，实就是多了一块。然后他说那个针灸的核心是调气，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调理它里面的内部的机制，让它自己把这个缺口补上。王老师他那个书他是专门针对他学生嘛，就是学针灸的学生讲的啊，所以就相对简单一点。实际上针灸来讲的话，就是分3个层次，就是形气神。首先调形，就是身体结构，经脉的这种状态；其次是调气，就是经络这种系统的它的气机运营，最后就是调神，通过调神来影响这种形气，它就分成3个层次。中药呢，它也是分成这3个层次，但是更偏重于有形的东西，我觉得它也有调气的。但对一般的疾病来说，调气的不多，主要还是通过调形，以形补形，或者是通过形的这种组合，来把这个人的身体调整。最简单的就是你吃中药，你是通过消化道吸收的嘛？消化道吸收它一定是通过血液循环系统来改善人的身体状况。所以它首先调的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有形的这一部分。当然更深层次的话，中药它也是有气机的组合，然后通过你吃入不同的药的这种气味来调气，但是这个就属于相对次要一些的，就不是它的第一步吧，或者说是要针对特定的疾病。调神的话，就是也有一些中药的方式，这个只能说是很粗略的去对比。所以刚才您说的就形气神，那中药呢，它主要是从形的方面去下手，然后针灸呢，就是从气的方面去下手。就都是调形为主，但是，就是说形气神，我们按百分比来算的话，可能就是说一般的治疗，针灸可能调形占50%，调气占30%，调神占20%。那中药呢，就是调形占70%。然后调气占
20%，调神占10%，大概是这样。我觉得粗略的说是这样。一个是532，一个是721，是吧？对，就是比例的问题。OK，所以就是说，您给我推荐这书《07点学针灸》，这个天下无极这位作者他把这个东西简化了的东西。他是做一个网课嘛，他那个网课就是这是网课，很简单的讲一下。对。行，我明白了。您这应该是这是专业人士的一个回答吧？我这也是比较粗浅的认识啊，可能就是专业的学术界他会讲的分得更细一些。比如可能研究这个中药内科的人，他会觉得这个中药就是调的更多呀，这个针灸就只能做一些基础啊，这个就是学术观点不一样嘛。说到这儿的话，就是我上回跟您说的那个，就是他通过看病人的状态，隔着衣服看，什么也不弄，然后在身上敲几下，我问他，他说我这个东西，这个加拿大的医保是保不了的，然后必须得自己掏钱。那针灸在这个西方国家现在是什么样的待遇？它这个费用是可以进入这个它的这个正规的医疗费用吗？这就看不同国家政策不一样，有的国家就是地位非常高，它可能是跟这个现代医学体系结合的非常好，已经完全融入进去，就是和你看西医的这种待遇是完全一样的。有的就是分开逐渐承认，它承认的程度不一样，有可能就完全自费，也有可能是它有一些商业保险会承认。也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它就是要看具体情况。那在加拿大您的病人里面，加拿大的医保里面覆盖针灸吗？加拿大就是不同省也不一样，你像BC 地区的话，它是有 MSP， 就是基本医疗保险里面，它是在低收入家庭好像可以有10次，每次等于 MSP 可以帮你付一部分，等于是部分报销。这个是跟这个现代医疗体系它整体的运作的规则有一定关系。我给你推荐那个伯勒姆医生吧，他会讲一些这些东西。这个实际上涉及到医学经济学的问题。基本上西方的它的医疗体制，它是把医疗需求分成2类，一种叫必要性医疗，一种叫非必要性医疗。必要性医疗就是我们说的基本医疗，就是我们在加拿大常见的，就是你出现什么危重情况，车祸呀，或者心脏病发作呀，或者是一些很严重的外伤啊，这不马上治就会有生命危险的，这就是必要性医疗。这个政府一般都是全包的，或者它的公立医疗体系会全包。就你到医院，不管你有没有身份，不管你有没有钱，第一个先抢救，人先救过来再说，经济上的问题其他再考虑，或者说政府或者说保险公司就给你全包了。实在不行，你如果一定自费的话，他也会想办法让你说尽量减满，让你是自己可以承担得起的。这个是必要性医疗。然后非必要性医疗呢，就是说，我这个脚扭伤了，但又不太严重，不影响走路，就是它老肿了，老疼，我没法打球了，但是不影响正常生活，不影响工作，这个就是非必要性医疗。就是你这不治，你死不了，有可能会加重，也有可能会减轻。你如果积极治疗呢，可能会治好，也可能不会治好，这个就属于是非必要性医疗，就是可治可不治。但是如果你去治呢，通常是可以提高你的个人生活质量、个人健康水平的，这种就是非必要性医疗。一般来说，这个就属于是非公立医疗系统，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的私人诊所、物理治疗，还有注射按摩师、针灸师，包括一些心理啊、营养啊、自然疗法，就其他的这些，就是它不在公立医疗系统这个体系。这种呢，通常就是你个人要承担一部分费用或者全部的费用，因为它是对你个人个性化的比较多嘛。你去治疗做这种治疗是可以提高你的个人的健康状况、个人的生活质量，这种就是非必要医疗。最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说的医疗美容。公立系统就是我们说的必要性医疗，你如果是牙科的问题的话，包括眼科的问题的话，它也会报的。比如说你视网膜脱落了，肯定最快时间给你安排手术，给你治好，尽量保住你的视力。比如你的牙是因为说小孩骑车摔到了，把这牙磕裂了或者磕掉一块，
这个时候你去急诊，它是免费治疗的。那您说我想牙更白一点、更齐一点、更好看一点，或者说我牙蛀了，我想怎么让它这个赶紧补上，这个就是属于非必要性的。它就是需要你自费或者你要去买保险，然后保险公司来支付这个费用。对对对，我刚才说的就是整牙嘛，就是有那种带牙箍啊，或者什么隐形牙箍啊，反正就这东西要花钱，反正每个小孩得花不少。然后我就问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后来他们说这里面不管。是的，它就是分的比较细一些，这个也是很合理的。它就从整体社会的这种医疗成本和医疗经济学的效率上来考虑的嘛。所以针灸它就是处于这两者之间。有的国家他就认为，哎，这个我们真的非常需要这个针灸治疗。有的疾病在这个西医现行理论和方法下，它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加上针灸之后，可以看到很明确的疗效，可以极大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健康水平，而且是不可替代的，或者说有益补充，它就会把它纳入到医疗体系当中。就是有些疾病，你比如说有些不孕不育里面，还有一些试管婴儿里面，还有癌症止痛的这些，就是有一部分它会在一些国家它会纳入里面。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想舒服一下，我觉得扎针灸很上瘾，那它肯定这个公立医疗体系它是承担不起的，它也不会去承担这种治疗。OK， 我大致明白了。在我的印象里啊，就我一直认为针灸比这个开中药要快，因为我的理解就是说，如果要是他没有马上就能见效的东西的话，谁愿意在身上扎一堆针呢，对吧？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去扎针灸的话，这个人对人的心理强度是比吃中药要高的。不知道我这个印象对不对？是不是针灸会比吃中药更快一点呢？这个就是真的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了。就是有的病针灸会更快，有的病可能吃药更快。但是从你说的个人体验来说，其实我觉得大多数针灸或者推拿，它的这个就医体验是比这种开中药就医体验要好的。因为你开一个药问诊过程之后，你要去拿药，然后要慢慢吃，至少吃几天2-3天之后你才能看到效果。这个就是相对它等于把这个诊疗预期它就已经往后拖了。然后针灸推拿的话，你有没有效果你当时就能知道，这个反馈是比较快的，所以就是他的个人感受会不一样。对，您刚才说推拿是这样，我在出国之前，我2个孩子在国内，他们都是已经那个轻度近视了。然后呢，我当时在国内有一个攀岩教练，他说找了一个推拿的给他那个推，反正他眼睛特别舒服，据说能治近视。然后我就带着我孩子去找这个推拿的师傅，他就是这个治疗之前让你看一下视力，然后治疗之后测一下视力，基本上提高个0.2、0.3。当然像我这种人什么都怀疑嘛，我觉得这个0.2、0.3就是比如说他近视眼，他那眼球长了，他通过推拿把你眼球暂时按扁了，等你回到家他就慢慢恢复回来了。但是我发现他按摩完了以后，他那个视力提高了，过几天他确实下降了，但是比那个第一回按摩之前强。所以我2个孩子在来加拿大之前，可能每周1-2次还是每周1次我忘了，但是他们来加拿大的时候那个近视眼基本上就消失了。所以刚才您说这个推拿确实是立竿见影，因为推拿之前测的视力跟推拿之后测的视力都不一样，就是最少提高0.2。就正好顺便插一句。对，这个其实就是特别典型的嘛。因为你就看你说我不相信中医的这个理论，我不相信经过这个理论，那你至少要相信物理学吧。我们生活在这个物理学世界，那我去按摩也好，我肯定是给你一个力了，这个力就是物理学的范畴嘛，对吧？你通过物理的改变，就像你说的，我把他眼球压扁了，改变他的轴距了，改变他的这个眼睛周围这个肌肉的紧张程度给它放松下来了，它是物理作用啊，对吧？你不承认经络，不承认中医的话，你得承认物理吧？对。其实案例特别多的，就是原来我们有个同学在那个首都机场附近，开诊所，那些机长什么的，他们每年要体检测视力嘛，测视力之前都过去扎针，然后按摩，弄完以后反正就通过就过去了，第2年再来。您说的还真是，我那个诊所也是在机场附近，就在顺义那块，没准都一个诊所，保不齐是。
我是治过一个特别典型的，当时在北京，那个有一个小女孩，大概也是小学2、3年级吧，她就在游乐园玩，从那个滑梯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之后，当时觉得没什么事，就脖子有点疼嘛，结果半年之内就一只眼睛视力从1.0一直掉到0.1，去同仁啊，去什么去治疗，没什么效果，然后后来到我那诊所我。看了一下，我听他这个经历，我就怀疑他可能是环素椎有点半脱位了。我给他查一下，确实是一侧的环素椎半脱位，就给他复位了一下。复位了以后，那个小女孩就穿鞋的时候就跟他父母说，他父母也不信，他父母中科院的，就是朋友介绍就过来试一试。然后那小女孩就说：“哎，我能看见那个表的秒针了。那你想他0.1的视力不可能看那么远啊。”然后他父母就不信嘛，他说：“那你说现在几点？”然后他就说的很清楚，说的几点。然后这就过去了，我以为说那你就下次接着治疗呗，你看到效果，结果没想到2个月没来，然后那个小女孩的父母带着她又去同仁，就去检查，她就觉得说我治完不可能那么快有效果，结果就去了同仁以后，发现就查了好几次，他查一次不信，他查了至少3、4次，隔一段时间再查一次，隔一段时间再查一次，就发现就是视力没有一下恢复到1.0啊，就是慢慢的恢复到0.3、0.4。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变成0.5、0.6，然后最后2个月之后来看我的时候就变成0.8了，然后后来又调了几次，就基本就恢复正常。他就还是要针对他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你去针对治疗的话，效果才会好。对，刚才您说这个父母中科院的时候，我想起那个科学神教了，就是他们认为科学解释不了的这东西就不应该存在，我的这就没办法。主要2极管嘛，就是。实际上，那个你无神论它也有不可知论和可知论嘛，就是你看它最终信的是什么东西，它其实它解释不了，这个也就当做不存在，这肯定就也不是科学精神嘛。对，他就否认了。那咱们说回那个针灸，我还是想知道，就是说以您的理解啊，就是为什么这个针灸它就能治病呢？因为我看到有人说针灸的理论里面有2块是缺口。一个是诊断原理是缺口，还有一个是处方是缺口。这也是那个天下无极那个，你是姓王吧那人他说的。对，王大夫啊，王大夫是吧？啊，就针灸学博士他自己说的。对，他是针灸学博士，对吧？他真是针灸学博士。当时我是这么想，我说他把这个针灸拔到跟中医一边高了，因为按我们传统的人一般人认为针灸是中医的一部分嘛。直到刚才您更正之前，针灸肯定比中药要早啊。为什么针灸能有效果？刚才我说了，它分3层嘛，形气神。形这块就是其实很好理解的，就是你想想我们这个身体的肌肉也好，骨骼也好，你去给它扎一根针，你生理上一定会有反应，对吧？它这个肌肉它是放松的状态的时候，你扎一根针，它肯定会紧张，这个不能否认吧？说这个人心理素质再好，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你扎一根针。它局部一定会紧张，它紧张之后，身体内部的这个力学一定会发生变化吧？它发生变化之后，就一定会影响全身，就是中医说的整体理论嘛。这个空说的话，有的人可能不信，但是我们只要做个实验，你就能知道了。你可以就是先自己试一下，我放松的时候，坐着，吸气呼气，吸气呼气。感受一下呼吸的深度，或者你直接拿表记录一下时间，然后你只要做一个很小的动作，我把脚趾5个脚趾用力抓紧，保持这个抓紧的状态，然后你再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做一下对比。当然，有的人他就是可能对身体不太敏感，他就观察不到。但其实如果有客观观察，你去拍一个视频，就可以看得到他的呼吸深度、他胸廓的活动幅度、呼吸的时间，都会比没有抓住这个脚趾的时候要深得多。抓住脚趾以后，呼吸变深是吧？对。连线之后我去试一下，也就是说，中医理论就你在某一个地方的肌肉的变化，会导致你整个身体、整个的生理都会产生变化，是整体理论。它是用经络理论来解释的，但是我们只是说有这个现象，我们观察到这个现象，但是它最后用经络去解释，用肌肉去解释，用它的神经去解释，都是可以解释得通。但是我们说有这个现象，就是说你通过
改变一个点可以影响到呼吸，那我们知道呼吸的变化就会影响到全身的这种循环系统，那全身的循环系统就是可以影响到你的生理状态。我们扎一根针改变一个点，那理论上来讲一定也是可以改变全身的状态。也不见得是通过呼吸了，对吧？可能是通过别的，对，也不见得通过呼吸。你可以用神经解决，就是现在很多西方研究针灸的，它通过神经系统啊，通过内分泌去研究啊，去通过其他的系统去研究，在这个现代生理、现代解剖上这个体系去解读针灸，去它这个针灸进行研究嘛，也都有。那传统来说，就是从经络体系来考虑。就是说经络体系，比如它扎一个点，然后这在这一条脉上，可能这一条脉上的穴位都是主治某几个脏腑的。我们就观察到扎这个点它就起到一些作用，这些作用呢，我们就总结出归纳出一个穴位。这就是一个点，就是一个穴位。然后这一组穴位都有同样的一个作用。它就叫经络。这个没毛病吧？这个通过归纳总结，我们临床观察到也好，我们临床应用之后出来的效果也好，你去总结出来，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吧。而且好像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四肢上面去扎，然后影响内脏的。就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就是经常是在末端的一些点上，或者什么扎，我们小时候有那个扎耳垂啊什么的，或者在脚底上脚底按摩的时候哪一块对应什么脏。但是我好像没看说摁心窝呢治脚的，都是摁手脚或者摁耳朵这种远端的东西治身体里边的东西。我这理解对吗？这就是特别典型的一个就是误解就是好多人是因为先看到这个结果，然后反推觉得是这样但实际上这个更多是从市场需求和临床的方便程度上来说的。就是因为你想，就是过去的这个传统文化还有社会结构，它是跟现在不一样的。你不能上来就让病人先脱光了，然后哪儿扎效果最好扎哪儿，就是肯定是你暴露的部位越少越方便，他去操作就更便利了。所以就是四肢肘膝以下的穴位用的更多，但其实是有大量的理论，它也有通过比如说腹针呀、后背的夹脊穴呀，它来调整全身的这种状态。所以像头针呀，然后眼针呀、面针呀、夹针呀这些，就是其实更多是从方便性上考虑。您这又是给了一个我原来从来没想过的东西。对，您说有道理，就是原来古代这套体系里面它不可能上让你不光古代，现在也是这样啊。现在也是我比如病人在这里在诊所，我肯定也是你能扎手脚能解决了，那我就没必要让他脱光了，对吧？是，除非是美女。美女更不敢了，美女更不敢，你避嫌呀要。OK， 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针灸之所以作用形气神分别是5-3-2的这么一个比例，是吧？对，就其实就是说看疾病程度，它不是所有病都需要调神的。那除非说就体啊或者因果啊、阴性病这种，那你才需要调神角度考虑，可能效果更快一些。那一般的疾病，你感冒你就随便扎一下都好的。他们以前做实验就是，感冒的小学生过来都是合谷扎一针，也不做任何操作，都有效率都很高的，就那个不用考虑什么别的东西的。对，您一说到小学生，我问您一下啊，这个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回答，就是我们小学期间练那眼保健操真的有用吗？真的有用，真的有用是吗？什么风池穴这是经过很严格的这种大数据的研究的，确实是有用有效果，但是前提就是你要认真的规律的去正规操作。你不能说就是国内推广普及，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他们还去做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人就小学生就当玩了嘛，就其实你穴位也没找对，怎么用力也没做对，做的时间也保证不了，那就肯定没效果。对，您这么一说，那我们国家这个对气脉穴位这个东西是从小都普及的，什么风池穴，什么睛明穴，这个就是没普及好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一走到下面就是经就念歪了，是吧？就你说这现在这个谁不知道？我是记性不好，我还能记着风池穴是后脖子那块吗？是对四白穴、太阳穴嘛。
对，它四白穴，爱揉睛明穴啊，对，大穴。哦，这个是有用的是吧？肯定是有用的。包括你现在这个年龄，我看你也戴眼镜嘛，你也可以真的就认真找对穴位，认真做一下，做一段时间都会有帮助的，对缓解眼睛的疲劳啊，对这个休息眼睛都是会有帮助的。哦，是这样。我原来一直怀疑，我说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我是没感觉出它有用，而且我想要是手脏的话，说不定还被眼睛给污染了。对啊，这就是好多我看网上还专门有人写过文章说，这个眼保健操不仅没用，你要手要脏的话，你做完以后还有可能感染。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跟咱们刚才说这胡适这个，就是你就没有科学精神嘛。你没科学精神的话，你就是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我们说正常理智的人，你去把手弄脏了之后，你会往眼周围去弄吗？正常人也不会这么想啊。你至少提前先洗个手吧。对，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我这个孩子不能在国内再学习了，否则这个身心全毁了。我也不知道现在他们还做不做眼保健操，但是我觉得现在国内的孩子为了一个高考，这全是心理疾病了。所以上回咱们第一回聊的是心理疾病，我觉得心理疾病比这近视眼更重要。其实身体疾病问题也很多，是吧？心理疾病其实还是后出来的，一般都是他身体状态变得很差之后，心理才会出问题的。如果他身体状态很健康，天天很阳光，到处天天做运动的话，我觉得有心理问题的几率相对小一点。对，关键是现在他们一个中考一个高考就弄得就累得要死，小孩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运动，就为了那最后那一两分完全是没有效率的东西。哎呀，我觉得还是挺可怕的，那视力可能就更管不上了。原来国内我们那时候看了不少流行病学调查，都很可怕的，什么小学几年级，扁平足比率非常高，然后近视比率非常高。这就是一是不运动，二是天天看书。就运动模式太单一了，就整天就光坐着嘛，他走都走得少，那你身体就是用进废退嘛。你本来正是长身体发育的时候，那你运动没有，那你这身体你就不需要做有那些功能了，那你就蜕变吧。是。近视眼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蜕变，就是人在城市生活当中，他不需要看远处，他也看不到远处，往外几十米就是另一栋楼了，那就视野就挡住了，他看远处看太清楚，对他来说是没有用处的，所以他的看远处的功能就变差了。对，您这么说，我原来听过一个说法，说你看这个西方人就不容易得近视眼，户外活动多的话就不容易得，是吧？你看远处多嘛？对，你在室内你能看多远啊？对吧？5米10米到头了。对，是这样。在国内我这俩孩子都近视，然后按摩了1个疗程都没做完，他们就已经到加拿大来了，我还担心呢，我说到加拿大是不是这近视不按摩又复发了？我就想了各种方法。他们从来不看屏幕，我们家就是到处都是投影仪，因为我当时看就是散射光会比那个屏幕光要好嘛，所以我就是什么近距投影仪、什么远距投影仪，家里基本上屏幕只有我用，他们从来都不看屏幕，然后手机我俩孩子基本上就不怎么用。不用那么极端，一般来说眼科的规律是说，就是如果你有屏幕时间，就是你别管是看手机、看电视、看电脑这种屏幕时间，第一个就是你要背景光要充足，不要在黑暗这种环境下去看。第二个就是20-20-20原则，就是看屏幕时间有20分钟的时候，起来看20尺以外，就是大概6-7米、7-8米这个远处看20秒，然后再回来就没事了。另一个说法是说咱们中国人更容易近视，而那个西方人不容易近视吗？就你看他们没有啊，看这个西方的教育里面，小时候就开始给你一个 iPad 的教学，然后这个包括现在西人小孩也是天天都是抖音的什么 TikTok 之类的，我看他们戴近视眼的也比较少，可能还是因为他们可能户外，他们可能看远处的，看远处嘛，就是每天2个小时户外活动就够了。明白了，我还以为是我做的特别好呢，后来我发现这边的小孩没有我这么丧心病狂的说天天也是在那看电脑什么的，照样人家也不近视，像我都没有。跟基因有关系，但不是绝对的。我大学同学有一个人，他是上大学5年，就在宿舍玩了5年电脑，基本没怎么上课，5年下来近视一点都没有。
哦，对对，这确实是我也有这种同学，这个真是气死你，我没办法，简直。他也不运动，他就天天在宿舍打游戏，也没近视。那厉害了，